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都在用洗衣液了，您家是不是也有一堆废弃的洗衣液空瓶呢？用完的洗衣液瓶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？直接扔掉太可惜了。其实洗衣液空瓶别急着扔，只需要将其简单的改造一下，改造的物件全家抢着要，省钱又实用，一起看看吧。拿出空瓶，然后呢，准备一支记号笔。大家先像我这样，在瓶身上打上小点，做好记号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每一个小点连接起来，就形成了3条线。具体做法呢，大家注意看视频。这3条线的延长线两两相交，中间呢就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。大家就照着视频中这样画出来就行。记住，瓶子的两边呢要做好一样的记号，并连好线哦。这样切割出来呢会更均匀，更方便我们自己操作。就像这个样子就行。画好线后，我们拿出美工刀，沿着描好的线切割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先把洗衣液瓶的这个大三角呢给割下来。用美工刀一点点划开，这种瓶子看着很硬，但其实只要切开一个口子以后呢，后面的就非常容易划开了。不过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哦，有防护手套的也可以戴上。好了，切割好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切割下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割下来的这部分类似一个三角形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在三角形上面呢画一个长方形，从切口往下2公分的地方呢，我们打上2个记号。这2个小点均衡就在三角形的中间位置，然后呢，我们把2个小点连接起来，再从2个定点呢往下画出长方形来。两边同样的方法画好，方便切割。画好之后，现在我们把长方形也割下来。好了，割下来的这个部分呢就不要了。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改造的第一个神器啦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小神器的妙用吧。我们可以把割好的洗衣液瓶呢放在水槽的隔板上，可以用来做收纳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方形切割的宽度要根据自家水槽隔板的宽度来确定哦。先测量以后呢再来切割。那么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？它可以收纳厨房用品，比如钢丝球和洗碗用的百洁布啊，这样一些需要沥干水分的小物件。湿哒哒的抹布和钢丝球经常接触食物残渣，又长期处于潮湿状态，是隐藏细菌最多的，里面的细菌达到了上百种。长期使用这种百洁布来清洁碗筷、锅灶，看似干净了，实则布满细菌，这样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的。所以每次清洗过后，最好都能够保证百洁布、抹布、钢丝球使它们处于干燥的状态。经过我们这样小小的改造后，这样不仅能够起到沥干水分的作用，而且还能让厨房变得更整齐。关键是对我们的健康也有一定的保障，一举多得，非常方便及省心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妙用2，现在呢，我们把洗衣液的这个手柄部分切割下来，沿着最开始标记的线切割就行。还是得说一下，大家割的时候小心一些。好了，割下来以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一个类似于勺子一样的东西，不过呢，中间有个隧道。那么这个勺子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我们可以用它来充当漏斗使用，用来装豆子就非常的好用。平时我们需要往瓶子里面装东西时，由于瓶口较小，很难把东西装进去，这时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勺子漏斗来使用啦。大的一头用作勺子，小的一头充当漏斗，往大的一头送豆子，小的一头装豆子。
这样就能够轻松的把物品装进小瓶子里啦，一点也不会洒出来哦。不仅可以装固体，即使用来灌液体也是可以的，不用担心会洒出来。或者有喜欢种盆栽或者是阳台蔬菜的朋友们，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铲子，用来铲土施肥都是非常轻便好用的哦。直接用它把土刨开，然后呢再用它来施肥，大家可以试试。那如果您觉得以上的2种方法您都用不着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改造，保证您用得顺手，还越用越喜欢。我们把勺子大头这里需要把外面一圈宽的地方修剪掉，先像这样画上记号，然后呢再切割下来，用刀修剪一下切割处的毛刺，以免割伤手。然后在手柄的上方这里打上2个记号点，跟着我们把起子烧热，烧烫了以后呢，穿过这2个点打2个小孔，这样就可以啦。接下来再来一个钢丝球和一根绳子，我们先把绳子穿过钢丝球，就像这样，再把2个绳头分别穿过2个孔，将它拉紧，使钢丝球稳稳地固定在手把顶端。现在将它拴紧时固定住。这样一个不伤手的清洁神器就制作完成啦，用它来刷锅刷灶再方便不过了。平时洗刷锅的时候呢，最害怕的就是手拿钢丝球，洗完锅之后满手的油垢很难清理。有了这个清洁神器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手柄部分用钢丝球刷一刷，清洁锅里的污垢杂质，这样我们不用失手也能把锅清洗得干干净净啦。采用这个锅刷去清洁，清洁的面积是特别大的，比单用一个钢丝球呢会好用得多。而且用这个清洁小神器刷洗时，能够使得清洗过程受力均匀，不仅干净，还不容易破坏涂层，非常实用哦。用完以后呢，我们还可以将其悬挂起来，还能够沥干水分，下次使用的时候干爽又干净，您不想试试吗？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分享下一个巧改造。我们再把洗衣液瓶的瓶头沿着对应的线割下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切割好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像不像某一种杯子的形状呢？现在我们将盖子拧开，然后我们再把瓶口导流的这个尖嘴取下来不要。有些瓶子的是一体的，可能需要切割，注意要从尖嘴的底部开始整个切割，最后像我视频中的这个样子就行。切割好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瓶口呢是整齐的，然后我们把瓶口倒扣在瓶身上，拿着记号笔在瓶身上印一个同等大小的圆圈，然后用烧热的起子在这个圆圈里边打孔。这个过程要注意安全哦，或者直接用剪刀在圆圈上钻孔也行，家里边有电烙铁的就更方便了。孔均匀的分布在圆圈上就行，按照自己喜欢随便来。最后用剪子把钻好孔的圆圈剪下来，这样就行啦。现在我们把圆圈与瓶口进行组合，直接放上去就好了。由于我们的圆圈呢是用瓶口印出来的，因此尺寸大小刚好合适。这样一个颜值又高又好用的肥皂盒呢就做好啦。不管用来放香皂还是肥皂都非常合适，而且这样可以起到很好的沥水效果。平时家里的香皂、肥皂经常会出现泡软、泡烂的现象，现在我们用这个小工具来收纳香皂，
就能够轻松地过滤掉肥皂上面的水分了。而且过滤出来的肥皂水呢，会自动流入下水道，不会流得到处都是。这个香皂盒放着还非常稳，因为它的底座很宽，完全不用担心会倒掉，能沥干水，拿取也方便，颜值也在线，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呢？制作方法简单又实用，特别是在外面租房子住的朋友，就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任意的改造一个，等搬家的时候直接扔掉就可以了，也不会心疼。我们的洗衣液品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？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哦，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吧。毕竟现在我们的洗衣液瓶子也五颜六色，比较的好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